你是不是还把最差的位置留给我了？你看他们坐的那么靠里面。是这样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我从我坐的地方，可以随时看到你。佳阳，下班了吗？小华，你回来了。小华姐，乔飞也在呢。当然回来了，不然我还一直在机场等了。你现在忙吗？不忙，你坐呗。我想跟你单独聊聊。哦，那我先回去。那主任，那个初稿，我明天发给你好吗？行，你路上小心啊！哎，小心，别电到。你们俩。哎。哼。那天我等了你一会儿就先走了，后来你去了吗？怎么不接电话呢？佳阳，我认真想了想，是我太注重形式，太想要一个华丽的开始。可是万一书没寄到呢？万一里面的纸条丢了呢？万一你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呢？或万一你出差了呢？那我们岂不是又要错过了？小华，其实那天我没去接你，我是希望你幸福。既然你已经跟周南结婚了，我觉得婚姻不是儿戏，你们应该好好去磨合。所以那天我才给文叔叔打电话，让他去接你。后来他去接你了吗？那天我回家以后才知道我爸去接了我。我这人就是没什么耐性，说要等你1个小时，结果等了10几分钟就走了。走。那就好，我还怕你一直等着呢。佳阳，我记得你跟我说过，爱一个人不能错过。对啊，所以我遇到了我不能错过的人，他也不想错过我。我好像错过了很多事。哎，你和周南……他叫什么？乔飞。乔飞？就刚刚离开那个乔飞？先别跟别人说啊，我们还是保密阶段的。你们不会是玩什么地下情吧？不是，乔飞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转正。我如果现在让高翻院的人知道她是我女朋友，我觉得对她不公平。我不想让她一直活在我的影子里。佳阳对女朋友可真体贴。爱情的确是一个美妙的东西，能让人变得温柔。好了，我没什么事儿了，我来就是见你一面，告诉你我回来了。那我赶紧去找乔飞吧。那咱们改天见。跑得还挺快。我还可以走得更快。为什么自己走了？小华是可以知道的，咱们不用瞒着他。可能我是习惯了吧，不是说好先不让高翻院的人知道吗？而且每次见到文老师，我就觉得，像他这么优秀的人，才配得上你。我什么都做不好，我连同传都进不了。你怎么变得这么不自信了？这不是我认识的你吧？我认识的你是非常自我感觉良好的。其实我每次见到文老师，都会有一点小自卑。我就觉得他这么优秀，你又喜欢他这么久，哎，我这么患得患失，我都讨厌我自己。我的傻丫头啊，你胡思乱想什么呢？那我现在告诉你，在我这儿，
你只需要顾及好你自己的情绪，有任何的委屈只管告诉我就行。明天我就打算回家里告诉我家人你的存在。佳阳，我爱你。什么？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刚才车吵了一下。哎呀，你再说一遍吧。哎，我要是没听错的话，你刚才说的是程家阳，我爱你是吗？我什么都没说。你骗人！你在骗我！你骗人是小狗啊！怎么不进去啊？等你，我来了，走吧。哎，给你提个醒，别跟你爸提乔飞，别把他带进家，别给自己找事儿。你是在替乔飞考虑吧？不用你操心，我有我的安排。进去吧。你手术的事我知道了，很好，谢谢，再接再厉，你要争气。一定。今天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这3句话以上居然没吵起来，还其乐融融的。今天挑事的任务不在我头上。佳明，说什么呢？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搬回来住啊？你那手怎么样了？我有事情要宣布。等等，背着。倒水去。爸，妈，我谈恋爱了。哦，谈恋爱了，好啊。那个对象是干什么的？法语翻译。法文翻译。他叫乔飞。乔飞，乔飞是吧？这个女孩品行有问题，我坚决不同意。他的品行怎么有问题？消消气，消消气啊！哎，这怎么了？就不同意了？那女孩子可能很好啊。好什么呀？她之前是佳明的女朋友，现在成了佳阳的女朋友，你听懂没有？你明白没？哎呀，这个嘛，是得慎重考虑。女孩子的作风问题啊，是关键。爸妈，你们听我说，首先，我和乔飞好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和我哥有过感情。其次，他和我哥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他们分开都已经有8年了，所以我根本不认为这是问题。哎呀，这事儿我觉得啊，只要你们3个人都说开了，其实也没什么。我持中立态度，我不是老封建。这不是老封建的问题，这个女孩就是在利用我的2个儿子。之前佳明就是为了她，把好好的专业给放弃了，哎，非转换了专业。现在呢，他又冲着佳阳去了，为什么呀？不就是要进高翻院吗？不就是冲着你的大名吗？这个女孩子是哪儿的？高翻院是佳阳的实习生，刚转正。对，胡闹！你怎么能跟自己的实习生搞在一起了？我怎么就不能跟我自己的实习生谈恋爱呢？我正因为是程思远的儿子，我在工作上不能出错。难道因为我是陈思远的儿子，所有跟我谈恋爱的人，我都要问问他是不是因为是我爸吗？你可以不问，可以啊，你可以向他学习，你可以不认我。消消气，你好好跟他说，别急，你一急，他就光跟你生气了，什么都听不进去。
这样啊，不是不让你恋爱，你恋爱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但是你找谁，也不能找实习生。你干到现在这个位置，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你这么年轻，不能落到这个利用职务之便，搞男女关系的名上。再说了，你们这个位置啊，存在着利益关系。你可以保证不向他输送利益，可别人会这么想吗？爸，我会很谨慎地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我不能因为我做了这个工作，我就放弃我爱的人了。那你为对方着想了吗？啊，打从他进来就顶上一个是程家阳女朋友的名字，就是他干出再多的成绩，别人也会联想到你。我们顾不了这么多，我顶着您的名字，不也走到今天了？那不一样，我是你爹，你背着我这个包袱走得再远，你不能恨我。可他呢？如果你们分手呢，还要不要在一起共事啊？在一起怎么共事？要么你辞职，要么他换工作。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我是不会放弃，必须放弃。凡事都要以工作为重。那是你的决定，不是我的决定。为什么全家人都要听你来做决定呢？我妈因为你辞职，我哥因为你改了志愿。我从小到大活着的意义就是不要给你抹黑。您是太阳，我们所有人都要围着您转，您可以发光发亮，我们必须待在黑暗里吗？哈哈，看来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想法，只是我最先说出来而已。好，要话语权，是吧？好，如果你们不按我说的办，都给我滚！干嘛呀，老陈？你发这么大火干嘛？有事咱们慢慢商量。嘉阳，你不对啊，你这态度，赶快道歉，给你爸道歉。嘉阳，你不要叫他。我和他不一样，我下个星期还来哟。去。我告诉你啊，从今往后，你不要再管他。能不管吗？自己的孩子，别生这么大的气，慢慢做思想工作。我必须给他给做回来了。喂，吃完饭了吗？对，我刚回家。怎么样？你妈会不会因为我跟佳明的事情很介意？哦，没有，我妈已经想通了，而且她还说挺喜欢你的。过段时间，我爸我妈会请你到家里做客。真的吗？真的这样说的？不过这段时间我妈比较忙，可能得过段时间了。啊，好啊，没问题。我有点累，早点休息吧，咱们明天高分院见。那明天见，你早点休息，拜拜。拜拜。我知道你不会开门，听着就行了。程家阳为了你跟家里闹翻了啊！不可能，嘉阳说了会尽快安排见面。你心里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不然你也不会开门。等着吧，这个见面会一直拖下去。肯定是因为我跟你的事儿，对吗？这就是我最高兴的，还真不是因为这事儿。那是不是你跟家里说我拿了你的钱？我在你心中就是做这种苟且之事的人吗？天地良心，我还劝了程家阳先不要跟家里说你俩的事儿。我为他好，那个三好生他不信我的，他从来就没有感受过家里的疾风骤雨。那为什么要反对我们呢？为了他的前途呗。你想想，跟自己的实习生谈恋爱，多么不光彩的事。不过你没关系，反正只要他能挣钱就行了。高佳明，
你侮辱别人就是侮辱你自己。我再说一遍，我没拿你的钱，你的钱我已经还给你妈妈了。好，我错了啊，钱不重要。你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还爱你，乔飞。乔飞，乔飞。发生什么事了？你刚才晕倒了，你没有印象吗？头晕不晕？眼花不花？恶不恶心？还有哪儿不舒服吗？晕倒了。没事，可能就是我以前查出来过贫血。我应该没大事的，你别这么紧张。身体的事情可大可小，明天我带你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吧。我都说了我是贫血，我没事的，我吃点补血的药就好了。而且我应该是今天太忙了，还没吃晚饭呢，所以就晕倒了。没吃晚上饭怎么行啊？这都几点了？走，我带你出去吃去。不用了，冰箱里还有泡面呢。你有事你就去忙吧，你别管我了。光吃泡面怎么行啊？真的没事，走吧。好吧，那你当心点啊。家里有红糖吗？你给自己冲杯糖水吧。如果再发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医院检查。知道了，你放心吧。那我走了。起床了吗？我来接你上班。你以后真的不用接送我了，这样你可以多睡40分钟呢。没关系，我喜欢早起。你别老跟做贼一样，行不行？要不我去跟处理说明情况。别，那我们谈恋爱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每天要躲躲藏藏？再等等吧，再过一段时间再说吧。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你1年训练结束以后再说。到时候再看呗。你不想跟我公开恋情，有没有别的原因？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还能有什么原因呢？我是觉得公开了不是对你有不好的影响吗？对我能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啊？就算对我有不好的影响，我也不在乎。行，我尊重你的选择，公不公开，你说了算。赶紧上去吧，一会儿迟到了。你呢？你不是怕别人觉得你跟我走得近吗？我去绕一圈再回来呗。那我先上去。嗯。文老师，哎，乔飞，我来教我的讲座提纲。你怎么一个人啊？佳阳没陪你啊？佳阳都告诉我了。祝福你啊，乔飞，你和佳阳真的很般配。谢谢你，文老师。你跟佳阳一样，以后就叫我小华姐吧。哎，小华姐。记得第一次在办公室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可造之才。当时佳阳还不想收你当实习生呢。还是我慧眼识才吧，我就知道啊，你一定是翻译的人才。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我相信你。对了，
转正之后，你是要主攻交传还是同传，还是两门一起啊？我没办法同传。什么叫没办法同传？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进不了同传香，一进去就头晕。我们换个地方说。那么严重，一进同传香就犯晕，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大一的时候第一次进同传香就这样了。所以你一次同传都没有成功过？在大学的时候，同传只是选修，在高翻院的实习生也不考同传。那是因为能进高翻院的交传已经达到了高级的水平，基础同传就更没有问题了。只有不以同传为主要发展方向的，哪里会有完全做不了同传的翻译官啊？乔飞，我也是替你着急，所以有点口不择言了，你不要介意。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小花姐。嘉阳也一直在安慰我，可是我觉得黑匣子已经成为我的噩梦了，我现在压力特别大。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有些事情我们只能选择接受，能力范围之外的，我们不能总是强迫自己去达到。你的意思是，你要轻松面对自己进不了黑匣子的事。如果这是你与生俱来的天性，你要选择坦然接受。可我还是想克服。你也一定做过努力了，可是还没有用，不是吗？翻译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会这样。不要强迫自己，真的，你这个障碍跟随你也不是1天2天了，那么久的时间，它已经成为你的一部分。翻译最终考验的是人的语言天赋和思辨能力。我们都知道，语言天赋是来自于每个人感性的部分，后天能够努力的部分很少很少。你可以通过练习来加强你的熟知程度，可是天性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就像有些人有密集恐惧症，或者对某些东西过敏，这是改变不了的。可是我要是不能同传的话，我就进不了高翻院了。不一定啊，让嘉阳去找主任，以嘉阳的人脉，说不定院里会网开一面呢。不过话又说回来，据我所知，高翻院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翻译官不能做同传，这在高翻院一定是个天大的笑话。我就是害怕这样，所以我才一直没敢报告。我还一直在幻想，万一以后我只做交传呢？绝对不可能。发展方向主攻交传和完全做不了同传，这是2个概念。你想啊，每个翻译官代表的都是高翻院，如果传出去，高翻院的专业翻译他进不了同传香，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到那个时候，你所影响的可就是高翻院的声誉了。那我该怎么办呢？不要隐瞒，把真相告诉主任，不要逼自己去做能力达不到的事情，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退一万步讲，就算留不在高翻院，你还是乔飞，爱你的人仍然爱着你，难道不是吗？再说了，还有我，还有嘉阳呢，我们可以去帮你求高翻院，让院里按照你的特殊情况给予照顾，不一定留不下来。我就是不想被特殊照顾。我理解。可是作为关心你的朋友，我必须指出，如果你不把真实情况告诉院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就是欺瞒。这样不但会影响你的诚信度，包括你的导师程嘉阳，他也会被牵连。再说你们俩现在是恋人关系，乔飞，你要慎重。好了，时间差不多了，你也该去上班了。放心吧，我也是为你好。如果你不想说，我会替你隐瞒的。不过我还是要劝你一句，纸包不住火，
你越早说，你和嘉阳承担的责任和压力就越小。没什么大不了的，想开一点，不就是翻译吗？离开高翻院，你一样可以发光发热。我知道了，谢谢小花姐。那我先去上班了。好。怎么来这么晚？我下。我下。杨艳，跟我去开个会。迟到了。哎呦，瞧你喘的，不过还有半小时嘛。我要求他们第1年都提前半个小时到单位。哦，那你为什么迟到了？我打黑车，司机给我绕路来着。哎呦，打黑车不安全，容易出事故，下次别打了啊。这样，这个明天呢，家部啊给博物馆捐赠木雕仪式，你带个人过去吧。这回他们不会又早到吧？不会，这回博物馆提前做了准备，没事儿。小飞，你把昨天我给你校对好的东西打印一份给吴明。吴明啊，你准备一下，这次馆长的发言你来翻译。我吗？对的。啊，没问题。我记得上次家部的事儿，乔飞也参与了吧？对了，这会议记录还是乔飞整理的，把他也带去吧。嘿嘿，怎么？你还不愿意啊？主任，我就是觉得上次发生了杯子的事情，我这次去合适吗？嗨，这一页早先过去了。但是你要记住，每次出任务，代表的是新的自己，代表的是高翻院新的形象。对了，咱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沟通。不用了，昨天已经跟杨艳详细讨论过讲话稿子了，处理也审核了。对了，我跟你说，据我上次的经验来看，家部首富可能比较随性，所以他应该会有一些突发状况。高翻院不是只有你一个翻译，地球离了你也会转。主任也说了，你只是辅助我，辅助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是主翻，我应付得来。你别急，我不是这个意思。毕竟我上次接触过他，所以我就想提醒你。谢谢你的提醒。还有别的要说的吗？没有的话，我要看资料了。嘉阳啊，你是不是对乔飞太苛刻了？我对谁都是这样，没有特别针对他。他过去和你哥的事，我也有所耳闻。年轻人嘛，这也很正常。不要因为他跟你哥分手了，就掺杂太多的个人情感，这对乔飞不公平。乔飞这孩子，总体来说还是很优秀的，是个好的翻译人才。乔飞在翻译上确实是有天赋的，我觉得如果加强训练，他可成大器。哟，你的评价很中肯嘛，能得到你成人模的肯定，那乔飞的努力大家都看到了。哎，你傻笑什么呀？我夸的是乔飞呢。对了，他的同传训练什么时候给他加强啊？专业方向你跟他谈过没有？院里啊，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同传交传双向发展的好苗子，不能放过啊！我正在给他加强同传训练。哦，那么10分钟能坚持吗？争取吧。争取，10分钟是基本难度啊。陈家阳，你怎么对他的同传要求这么低呀？你看我这儿有2页，
复印的时候叠在一起了，看不清楚。你看，没事，我自己去资料室再查一下吧。小飞，出来一下，我找你有点事儿。程主任，你找乔飞有事说啊？我在这儿是不是影响到你们了？没事儿，我可以出去准备资料。没有，你忙你的。出来一下。无名怎么了？跟吃了枪药一样。不知道，他可能明天对家部压力大吧。我怎么觉得他在针对你？他针对我干嘛？反正我觉得他怪怪的。你别多想了，找我什么事儿？今天晚上老时间同团训练。怎么了？不想训练啊？我真的不想训练了，佳阳。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我真的克服不了同传香呢？没有万一，一定能克服。没有万一那是你，可我真的不行。怎么突然这么没有自信了？我认识的你可不是 loser。我是一个失败者，但我就是进不了同传香。别人行，你也行。那如果我就是克服不了呢？你怎么了？怎么变得这么没自信了？你要这样，我会很失望的。那你就失望吧，我也没办法。我继续去准备材料了。今天晚上7点，我在同传教室等你。能不能别这么逼我呀？我没有逼你，我是在给你鼓把劲儿。这几天咱们每天去同传香训练，效果多好啊！你每天都在进步。如果现在你放松了，你放弃了，咱们不是前功尽弃了吗？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灰心了？我就觉得我受不了这种压力了。我认识的乔飞没那么脆弱，我爱的乔飞不会轻言放弃的。那可能你根本不认识我吧？可能爱错人了。今晚7点，我等你啊。喂，佳明。你后来没有再晕吧？没有了，我说了我是低血糖加压力大。你要记住，3顿饭按时吃。我知道。高分院的工作累吗？你不是已经转正了吗？怎么工作压力还这么大呀？我需要继续努力。是不是佳阳给你布置的任务太重了？那我去找他去。你现在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了。你千万别告诉他我晕倒的事情，可以吗？为什么呀？这么说，这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秘密了。你别闹了。好，那你自己保重，有什么事情再给我打电话。最后再说一句，千万别被我的样子给骗了。我其实很在乎你这个朋友。怎么不等我就下班了？我今天还有其他事儿。那我在同传间等你。我今天不想同传了。不行，你必须挑战自己。我还要为明天家部的展览做准备呢。不许找理由。你别这样了，行吗？你这样我很累。那这样吧，你可以选择不去，但是不管你去不去，我都会在同传间等你，多晚都等你。哟，我说这灯怎么没关呢？你这么晚怎么还不走？啊，我们加班，没关系，您下班您先走吧，等会儿我来关灯。我觉得你们这做翻译官的也挺辛苦的。行，再见，再见。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你真的等了我1个晚上？对啊，因为我对你有信心。怎么那么傻呀你？可是我对自己没有信心。你有没有想过，我可能根本就进不了同传？不要老是说这种患得患失的话。你只管踏踏实实的去努力，只要你去做，就会有进步。上次咱们不是已经克服了你同传的障碍了吗？你只要戴着眼罩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同传，你要多给自己这样的心理暗示。我可以同传。再说一遍。我可以同传。走，咱们去同传箱，我们一起面对，找出问题的根源。坐吧。别害怕，就算前面坐满了人，你翻译你的，不要受干扰。你告诉你自己，交船的时候不是也是这么多人吗？现在只不过多了这么一个同船间而已，没什么大不了。我现在准备放录音了，你先听一遍，我们先来一遍交船，这样你可以闭着眼睛翻。欧盟的象征标志为盟旗、盟歌、名言多元一体，以及5月9日的庆典日。Les symboles de l'Union européenne sont le drapeau européen, l'hymne européen, la devise unie dans la diversité et la journée de l'Europe le 9 mai. 很好。接下来我们试着把眼睛睁开，好吗？那好，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来。自从欧元正式流通，它就成为了欧盟最主要的标志。欧元是把欧洲人民联合起来的具体的、物质的联系。第3个重要标志，欧洲议会，统一及民主的价值见证。自从1979年来，欧洲议会议员通过普选产生，选举事件被作为欧盟建设的关键时刻之一。此时政治意义的欧盟成为了人民大众的欧盟。Depuis sa mise en circulation, l'euro est devenu un symbole majeur de l'Union européenne. L'euro est le lien concret, matériel, qui unit les peuples européens entre eux. Troisième symbole important, le Parlement européen témoigne des valeurs d'unité et de démocratie. Depuis 1979, les députés européens sont élus au suffrage universel. L'événement est présenté comme l'un des moments clés de la construction européenne, celui où l'Europe politique devient une Europe des peuples. 非常好。接下来，我们试着同传，怎么样？别紧张，别紧张，把眼睛睁开。没问题的。欧盟的象征标志为盟旗、盟歌、名言多元一体，以及5月9日的庆典日。自从欧元正式流通，它就成为了欧盟最主要的标志。不行，欧元是把欧洲人民联合具体。不行，我看到外面我就觉得心慌。这绝对不是身体上的问题，这是心理问题。刚才你还好好的呢，你告诉我你什么感受？佳阳，我觉得心慌，我害怕这块玻璃，我们出去吧，行吗？不行，不能这么轻易的放弃。你告诉我你的感受，你为什么害怕这块玻璃？这块玻璃到底怎么带给你不舒服的感觉了？我不清楚，我也说不出来。不行，一定得说。我真的不知道。说出你的感受。你现在是什么感觉？我就是觉得心慌。我看着前面一排排的座椅，我觉得上面都是人。有人怎么了？
娇船的时候不是也都是人吗？我觉得上面坐了很多人，我觉得他们都有生命危险，像我妈妈一样。你妈妈？不行了，佳阳，我要出去。好好好，走，咱们出去。喝口水。跟我说说，为什么会在同船间想到妈妈？我也不知道，我刚才想到就这么说了。仔细想一想，也许这个就是你心理问题的根源。为什么在同船间会想到伯母呢？你以前跟伯母进过同船间吗？没有啊。那是为什么呢？同船间里什么也没有，你从里面望出去就是一排排的座椅，为什么会想到伯母呢？想到什么了？佳阳，我好像找到我自己害怕同船间的原因了。我以前只跟你说过，我妈妈得病了，但没跟你说过具体的，对吧？大一那年，我妈妈开始经常会打嗝，我们以为她是犯了肠胃炎之类的肠胃病。后来有一阵，她开始晕倒，我们就把她送到医院了。医生告诉我们，她得了海绵状脑部血管瘤。海绵状脑部血管瘤，那不是我哥的研究方向吗？对，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佳明转研究这个。医生说我妈妈的这个病是长在脑干部位，压迫了中枢神经。如果颅内出血的话，就必须要动手术。就算动手术，也只有50%的成功率。而且就算手术成功，也还是有可能会复发。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绝望了。我那段时间觉得自己一直处于精神抑郁的状态，所以才想要去看心理医生，才认识了高佳明。没想到你承受了这么多东西。好了，这些事儿都过去了。从今往后，有任何困难，我和你一起面对。自从妈妈那个时候得了这个病，我就特别害怕医院。因为我到现在还记得，妈妈做完手术的时候，有48个小时还要待在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我当时站在外面，隔着那层玻璃，看着我妈妈，她躺在里面一动不动，因为做手术把头发全都剃了。我真的很想去抱抱她，去摸摸她，但是因为隔着玻璃我做不到。我心里又很害怕，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心都被掏空了。我明白了，这个就是你心慌的由来。我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进同船间，我就当时一直心慌，没办法翻译，我就一直想逃避。刚才多亏你一直强迫我待在同船间里，不然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害怕同船。这下好了，问题找到了，我们现在就想办法去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呢？如果我就是没办法进行同船呢？你看，你又来。昨天我还在担心，你这是与生俱来的天性，
今天就找到问题的根源了。只要不是天性，就一定有办法克服。就像翻译一样，有的人翻译速度很快，但是准确率很低；有些人翻译速度很慢，但是准确率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但只要有意识提高自己的短板，就能增加综合素质。那你的短板是什么？就是你啊！告诉你，田主任都认为你能成为一名好的翻译。我怕让你们失望。只要你不绝望，就一定有希望。太好了，看来我这一晚上没睡没有白费，我们有突破性进展。走，带你吃早餐去。你真傻，你怎么真在这儿等了我一晚上啊？离家部的会还有一定的时间，我先陪你回家，你去洗个澡。好，走。老大，你去。哎呦，昨天晚上在李家睡了。你敢再过？最后，欢迎王主阁下和太太的来访，对你们的慷慨和热情表示衷心的感谢。Bienvenue à vos Altesses. Je vous remercie encore une fois pour votre passion et votre générosité. 你们的翻译很快。馆长可能一时紧张，忘了修改演讲稿。Je suis fan de la calligraphie, la culture chinoise me passionne. 我是一个书法爱好者，很喜欢中国文化。我的朋友书法家王维芳，他非常喜欢家布，今天特地写了一幅字。Mon ami calligraphe Wang Meifang aime beaucoup le gabou. Elle a fait pour vous une calligraphie comme cadeau. 啊，quel beau caractère! À Kaboul, la situation des femmes s'améliore chaque année et pas mal de femmes deviennent artistes. Et je m'engage personnellement à l'amélioration des conditions de vie des femmes. Et pour cette même occasion, nous pouvons profiter pour inviter Wang Meifang à visiter le Kaboul. 好字，在家部，女性的地位也在逐年提高，也有不少女性成为艺术家。她本人也致力于提高女性地位。啊，王梅芳非常尊重女性，她也有很多女弟子。Wang Meifang a aussi des femmes disciples. Il a un grand respect pour les femmes. Il paraît que mon frère va faire un discours sur l'amélioration des femmes en Afrique, basé sur votre femme calligraphe. On n'a pas reçu le communiqué de presse. C'est possible de reporter le discours au dîner? Tu le sais bien, le prince fait souvent des siennes. 台上出了点误会，王梅芳是个男的，你去跟王子解释一下。On s'était trompé, Wang Meifang est monsieur. Désolé. 拿到了，还有多长时间？从现在到映会开始还有3个小时。你们抓紧翻，一会儿我过来校对。好。今天谢谢你啊，乔飞。如果家部王储真的因为我犯错了男女，从王梅芳开始讲女性的地位，我就真的没法弥补了。我之前就跟你说过，这家部王储想干嘛就干嘛。这王梅芳这名字听起来确实像女的哈。我也是之前翻看记录，听到馆长要去王家求字，提到王太太，我当时就觉得奇怪，所以我特地查了一下，才发现他是男的。
一开始我还有点怀疑你，你没必要帮我的。哎，我之前在他身上栽的比你狠，咱们法犯处不能来一个栽一个吧？没事的。218路车是在这坐吗？你的车呢？放单位了。那你明天怎么办啊？坐公车呀，在公车上偶遇，应该不会有人说闲话。你不用这样吧？今天翻译表现不错。饿了吧？我让礼宾部的同事给咱俩留盒饭了，你也没吃。去我家吃吧，我们家还有速冻面。累了一天还吃速冻食品，多可怜！你来我们家，我给你做。别做了，多麻烦呀！我冰箱里还有寿司。那不还是速冻？不是速冻的，我做的。哟，你还会做寿司呢？那是，会做的多着呢。你还会做什么呀？你想吃什么？广东菜、粤菜，啊，不是广东菜就是粤菜啊。川菜。日本阿姨，下班前请帮我从楼下日料店打包2人份寿司，还有天妇罗。我半个小时以后到，东西放下你就可以走了。谢谢。你坐沙发上等着你，我快。我帮你啊。不用不用，你坐着等。久等久等，饿了吗？简单营养又健康。哎呦，白马庄园呢？你认识啊？喜欢吗？关于这个酒的特色还有历史，我能跟你聊一下午，但是我好像只喝过一次。为什么只喝过一次呢？大部分人都只喜欢拉菲。有品位，有品位吧？像你这种理论家是怎么成为侍酒师的呀？我呢，就是把喝红酒当成背单词，我喝一次我就得牢牢记住它，然后我多读那些专业的书。我没喝过，我气势上要过硬啊。比如呢？比如，2010年真是一个红酒的好年份啊！怎么样？很有气势吗？有。哎呀，刚刚好，刚刚好。店里的人说啊，天妇罗凉了就不好吃了。我把寿司先拿上来，又下去买了这个。你们先吃，我就先走了啊。不懂理论也可以做寿司哈。阿姨，稍等一下。我妈一个月给你发多少钱啊？3500。这是4000，你这个月的工资，多的500是因为你照顾了我哥。应该的，应该的。你妈请我就是一天做3顿饭，到哪都是做嘛。还有就是明天你就不用来我这儿了，你就把我哥的手照顾到他康复为止，工资从我这里。就是不从你妈那领工资了，对吧？对。等我哥手康复以后呢，你也不用来我这儿了，因为我以后可能不需要别人帮忙。为什么？我找张总去谈，他肯定不会同意的。这次他同意了。是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合口味？没有没有，不是您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工作出现了一些变动，我可能要出国。真的要出国啊？对。是吧？
其实你刚才不用关门的，隔音挺差的。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我知道你能照顾好自己，你自己在瑞士生活那么久，肯定可以。啊，对了，你什么时候走啊？去哪儿啊？外派。嗨，我那么说是为了让那个阿姨心里舒服一点。我不走。你是为了我在跟家里闹别扭吗？你又胡思乱想，是不是我哥又跟你说什么了？其实我想过，我是你的实习生嘛，你对我好的话，别人会说你是在偏袒；你对我严格，大家也会说你在装什么样子啊这种。所以只要我跟你在一起，我们的关系就会成为你事业上的污点。大家会一直拿我跟你在一起这件事情来说事。我不在乎，我也不害怕。我难道还要靠别人怎么说我活着吗？我只会听从我自己内心的声音。对了，跟你说件正事儿。关于你进黑匣子有心理障碍的问题，我咨询了我心理学的朋友，他们还是觉得你这种问题需要正向引导，积极的去面对，还是要多进同传间去练习。我不想积极面对。你吃饭，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呀？你先别嫌烦，这是个问题，我们得解决。你对同传间有畏惧，我一定要帮你打破这个心理障碍。所以，从明天开始，每天我带你进一次同传间。哎呀，你进去的多了，你自然而然就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你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心理负担。起码再听到黑匣子，你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哎呦，别唧唧歪歪了，来，干杯！祝你早日克服同传障碍。我拒绝。哎，乔飞啊，我是张医生，你不是让我有事直接跟你联系吗？张医生，是不是我妈妈的手？不是的，是今天你妈妈来复查的时候呢，晕倒了，后来呢就恢复知觉了。我带她去神脉检查了一下，还是她的老毛病了，海绵状血管瘤。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一直想替你妈妈在上海做介入手术。对，医生也说了，一直在等待时机。因为血管瘤长在脑干部位，所以风险很大。是的，我们这儿神脉的李主任也这么说。你不用太担心 ，CT 显示的情况呢还算良好，边界也清晰。但是他让我必须通知你，你妈妈出现晕厥的症状呢，脑干周围啊有渗血点，证明最近一个阶段要加强注意，密切的观察。如果周围血管有出血前移，就需要立刻手术了。好，我马上回来吧。你也先别急，我建议你尽快和上海这边的医院联系，确定方案，把她接过去。我打电话给你的，就是让你心理准备，手术是势在必行的。你作为家属呢，要有了解，但不要过度的担心，干扰患者的情绪。何况，你妈妈的心里，你就是她的一切。我明白了，谢谢张医生。伯母有事儿，还瞒我，隔音不好，你忘了？说什么事儿了？没事儿，
不想连累你。我起码可以帮你们联系莫雷，帮你们找医生。你知道吗？我妈妈的病，不是说轻易找一个医生，筹集到了手术费就可以去做手术了。以她的年纪，还有她的病情，要做介入式手术，必须要有最大的把握。所有人都跟我说，做手术要么成功，要么就是生死一线。你放心吧，这些经济上的还有心理上的压力，我自己扛得住，我不会拖累你的。而且，你不想连累我的真实意思就是，我们俩的情分还没有到你愿意连累我的程度。这么见外的话，以后不许说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愿意连累我，我很高兴。谁？你有没有在想我？怎么一想到你，别害怕，我在这儿，咱们一起想办法。谁？从遇见你那天起，我是不是就深深爱上了你？不管爱你知不值得，我只要简单的快乐。不管是对错的选择，只要爱了就不会割舍。Mon chéri，相信我，如果世界没有了你，爱情就失去所有的意义。你先别急，乔飞。你妈妈的 CT 明天能快递到上海吗？这样，明天你来医院找我。好。你好，佳阳，找什么呢？哎，主任，你有没有印象？上次瑞士劳卫部来交流的时候，有一个叫莫雷的医生。哦，你找他呀？可以去礼宾部问一下嘛。我当时留了他助理的电话，但我现在打过去已经停机了，而且我也问了随行的一些医生，别人说他现在去非洲了。哎呦，这就不好找了。要不你月底去瑞士的时候，可以直接到他医院去问问嘛。月底？对，去瑞士，时间定下来，15天以后你出发。这么快？还快呀！你都等了几年了。这段时间你可以请假，把家里该安排的安排一下。主任，这次能不能别派我去瑞士了？为什么呀？这么好的机会，我家里有点事儿。
什么事儿比你的事业更重要？外派的机遇难得，可遇不可求啊！我知道机会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还有就是我家现在出了点事儿，我不想离家太远。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生病了。你妈妈？不是我妈妈。那你爸爸和张总都知道你的决定了吗？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别急着那么下决定，你再给我好好考虑一下。看什么呢？这么入迷？非洲的君主制。下午没有翻译任务，你们都去训练室训练吧。呀，不让你休息吗？在家待着不踏实。哟，你呀，让你做2台手术啊，你什么就踏实了啊？走。我这次来找您啊，就想跟您说这件事儿。我的手恢复的不是很好。那天的手术不是很成功吗？手术的时候吧，可能太专心了，觉得没什么，手术完就不行了。哦，这样。我安排医院的专家给你会诊一下。哎，主任，我想再观察一段时间，毕竟我这伤啊刚好，而且我暂时还不想让别人知道。啊，我明白。主任啊，我其实是有件事求您的。我有一亲戚，他得的是脑干中枢神经区域的血管瘤，一直在等待最佳手术时期了。如果可能，我想请您和莫雷一起主刀。本来呢，我是想带他去瑞士做手术，但是我担心这个飞机啊会对他的颅内压有影响。你担心是有道理的。这种手术呢，我建议还是在国内做。现在啊，我们国家的医学水平，尤其是临床，那在世界上啊是属于领先的。至于这个主刀医生啊，你也知道，我有一段时间没做过介入手术了。做这种手术啊，最重要的是配合。要是你的手没有受伤，你就是我们医院甚至是上海最合适做这种手术的人。现在我们医院呢，这方面临床经验除了你啊，最丰富的也就是赵金良医生了。你可以跟他商量一下。主任，我再考虑一下。你漏了一句啊！还真是，不像你啊，心不在焉的。总感觉今天处理怪怪的。哪天不都这样吗？我去趟厕所啊。找我呀？你外派的时间是不是快定了？怎么了？我会好好工作的，你不用担心我。如果有假期的话，我去看你。你还要去看我呀？那么好，就为这点事儿冒这么大险跑这儿来？担心你。我有什么好担心的？下边等我。我约了人。谁呀？
跟伯母的病有关吗？那是谁呀？比我还重要。就吴佳怡呀，还能有谁啊？我跟他早就约好了。那你们在哪儿？我去接你。还没最后定在哪儿呢，我结束了去找你吧。行，那晚上我在家里等你。快回去，快点。这个呀，就是肾血点，有明显的造影。阿姨如果再次出现昏厥，那情况就不好了。现在医院给打的针啊，是消炎化淤血的，但是不进行手术还是没办法控制。如果血管瘤压迫，就有可能造成血管爆裂的危险，所以要尽快手术，转到上海医院观察2、3天，等到肾血点的淤血收干净了，马上手术。成功率是多少？小飞，你是知道的，手术没有绝对的乐观，但你也不要悲观。费用呢？原来那个你又回来了。说什么？那个倔强的，把背上的刺都拱起来，不让人接近的乔飞。我记得当初认识你的时候，你妈妈刚得了这个病，你就是像现在这样，一个人把所有的压力都扛在身上，而且冷静的可怕，不让任何人触碰你宝贵的自尊心。但是不要这样，乔飞，会让关心你的人感到伤心。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这个。手术费一共是多少钱？最起码25万吧，开颅手术费7万多，还不算请外国专家的。术后恢复高压氧要10万，头骨修复要8万，这些都是一般材料，还不算进口。25万。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我可以帮你。不用，钱的事情我会自己想办法。那让程家阳帮你，他是你男朋友，名正言顺，他不处理谁处理？我给他打电话。你别。明白了。你没告诉他你来我这儿吧？看来，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如果我用这个要挟你，你能不能考虑做我的女朋友？你别胡说了，你不是这样的人。那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不希望看到你伤心难过的人。程家阳在哪儿？他为什么不帮你分担？他是你男朋友，他不该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个。佳阳马上要被外派到瑞士去了，我现在不想跟他说这个，我不想打扰他。打扰？是你的意思还是他的？这个你就别管了。请你密切帮我留意着给我妈妈做手术的医生，医药费我会自己想办法。乔飞，你知道的，只要你开口，我愿意帮你，什么我都愿意做。佳明，你也知道我的，佳阳是我男朋友，我都不想拖累他。你这种性格的，有的人会认为你太替别人着想，有的人呢，又觉得你太爱逞强。你知道我怎么看吗？随便你怎么看。我觉得你两者都有，一方面你太善良，又太爱替别人着想；另一方面你又太固执，太爱逞强。没事儿，就算程家阳靠不住，我总在身边吧。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尽管告诉我。我确实有一件事情，请你一定要帮我。一定。就是关于手术费的事情，请你一定不要告诉佳阳，替我保密。行，但是条件是我来付医药费。医药费我不会要的，我会自己想办法的。你总是这样，记不记得当年你差点害自己得了抑郁症？小飞，自尊心太强是自卑的表现。也许你一直在自欺欺人。你打心眼里知道你和程家阳不是一路人，你们的爱情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一经风雨就会被摧毁，所以你不敢让它经受考验。今天就到这儿吧，我先走。不要再自欺欺人了。